我今天看到一个说法，就是美国的罗斯福，他之前不是有一个名言，说是如果失去了新闻自由，就失去了民主那样子的意思吧？你那个时是候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算是什么？新闻会自由吗？像现在好像没有自由那种啊。我现在认为是这样的，毛泽东搞了很多赏识，在延安的时候搞了一次整风，那个效果很好。不是毛主席在外面，他不小心听了老百姓在议论什么，毛主席在那听，在那过，有的老百姓说这个天无长眼，打驴把人家打死，不把毛泽东打死啊？毛泽东呢，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很严重，是吧？警卫员呢就问为什么对毛主席是这样说呢？他就要抓那个人，毛主席在旁边，你不要抓他，不要动他。我去问问，他就问是怎么回事呢？刚刚长征以后到陕北，可能征地供给啊就不够，社会的困难，可能呢刘志南那个时候就把那个征收粮食啊给加了一点码，或者一个人要吃100斤，或者他再加了要150斤，老百姓就有怨言。嗯。毛泽东呢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对他影响很大，所以就减租减息，而且向全党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就这样，毛主席他这个住的那个窑洞门口一块荒地啊，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砍出来，砍了有一亩地，毛主席带头挖了种菜呀、干什么都会，就解决自己的问题。毛主席伟大，他真正是伟大。他土改以后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，他也提出来要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他说把王震一个军团几万人全部到了新疆去，嗯。就士兵既是保卫祖国的边防战士，又平常的是劳动、种田、种地。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啊，挺好。对他那个以后成立新疆建设兵团，他是享受部级待遇的，所以就这样开会以后，他各省市自治区还加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他的级别就是军级单位、部级单位，这样子的。这也是毛主席的创举。太好了。以后好多部队在那里找不到老婆，就动员下乡。到上海啊，好多青年呢自动报名支边，就这样到他那去找朋友配合。所以毛主席为了建国，为了老百姓，他心思想碎了。下乡那个时候，后来知青不是到处全国都是下乡吗？跟这个有关系不？这个跟原来50年代的有区别。50年代是作为一种动员，他我们老家垦殖场叫青山垦殖场，五几年，他也有很多老知青嗯。垦山，天天挖山栽树，这是一种职业，叫林工、林垦，还有农垦。嗯。农垦是种粮食，还会福田啊，湖边上啊很多沼泽地，有水烂泥巴，那个里就挖出沟来，挖出路来，挖出几根道来，平整为田地，这叫农垦。林业这叫林垦。这些是属于当知青的一个任务吗？工作吗？也是一个性质，但是作为知青呢，有文化人要跟工农兵结合，要到第一线去锻炼。但是也有的下去了上不上来，但也有的呢，积极分子啊，提拔成领导啊，有使用的，也有的学医的，他因为他有工人啊，他有人权的地方，他就要办医疗啊，也有这样的人。这是5级，52年、58年分了好几批。那个时候六二还不算文化大六革命哦。二年不是哦。62年到68年，68年算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通过青年自己拥护共产党，支持国家党和政府，招之即来，来之难战。他这是一个毛主席说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还有一个毛主席在苏联接见当时留苏的学生，他是讲一句：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你们好像8、9天中的太阳，朝气蓬勃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，中国的未来也在你们身上。他这个话讲得很鼓动人心的，尤其有志愿、有志向的人，青年抱负，有抱负的人，他是愿意听得进去。但是也有落后的、怕苦的、怕累的，他就打提档谱，不愿意去报名。各种各样的人有，反正一个人都有左中右。那个时候下乡要自己写申请的，写了以后，你去的时候带红花呀，都能当鼓送的。
作为一种坚贞体系还是来鼓动这个事情。比较光荣的是吧？或者国家有困难，人民要下了基层去锻炼，要思想好的人，他愿意去锻炼。哦，不是强制性的吧？也不是强制性的，因为你表现好，也可以去读书，去进修。那时候就办学习班、培训班。在68年那个时候，你这个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后，国家政府机关精简机构，我们日常我是知道的，公检法3家，精简只有30多个人，现在300人，300人，那广东3000人也不止。对，或者很多社会上的复杂问题、公安问题，就交给基层群众管理，交给基层组织管理。现在放个屁就找公安，对，所以公安的人就增多了。民事纠纷呐，大家斗殴啊、盗窃、民生案子啊，都找公安。那个时候，通过文化大革命，要斗、要批、要改。斗是斗资产阶级，斗修正主义；批呢是批判资产阶级，批判修正主义，批判封建势力、地主阶级，这就是参与势力。批了以后要改，那个你单位到了以后，就是要那个头绪，什么东西要把它纠正过来，不是到头完事了。好像你为群众服务不到位，那么或者延时上班，或者是放假也上班，这是改了。原来是按部就班，放假单位就关门。那个时候是初级阶段，那个是靠人海见识，批了以后对错的要怎么改就纠正，纠正着改。人多了减人，人减了，那领导到这母亲干校的劳动锻炼，或者派工作组下乡蹲点，1年2年没蹲好你就不要回来，也是分流，工资给你发，你去蹲点，蹲了1年以后，我换一批干部下去蹲点。跟纯老百姓接触在一起，你就没有价值了，没有国家主义了。这个也是毛主席当时治国的一种方法，感觉挺好。你看我们县政府那么多职机关，10几个职，那是10几个职，总共都不到100人，几十个人，一个县配了一部吉普车，政委书记下乡，县长下乡，就是嘴里满满的下去。不是以后改革开放以后搞到上一个书记配1辆车，一个书记配个司机。这人财物都增加了，财政支出增加了，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。纳税人嘛，纳税的钱是税务部门交的，交这个钱是老百姓的钱，那是各个方面的钱，工业的、农业都有。你用谁？用纳税人的钱，纳税人的钱只能用在公共事业，做大型水库啊，或者是做备要的楼堂馆所，那边礼堂，那县里面没个礼堂，开会做的地方没有，这是国有资产。他也可以开会，也可以演戏，也可以开大会，也可以办培训班，多用多功能。所以我们很多传统啊都丢失了。传统表面的意见有，说不到点子上，说了没人听，没人听呢，上面的领导呢就叫官僚主义，他当官不问老百姓的事，只知道做官当老爷，懂得享受，下乡有酒喝有饭吃，还有礼送，人家送你的了，这叫官僚主义，卑微之风。现在叫行贿，过去送什么东西？送的老百姓挣的发财不是油，那是70年代最低档的东西。那大众这来讲，你要拿钱一点点钱，那就叫收费。过去呢，给点土特产，给你改善生活。行贿受贿就是循序渐进的，什么条件说什么话。要送礼不敢得，送钱怕暴露了，就送卡。你自己到娘去取钱，卡一发现了，他是转账发微信，条列明目，一个时候都有一个时候的特点。如果现在拿到现在，如果搞文化大革命搞得起来，受不了，没毛泽东的威信，他打得开受不了，有的当官人就被人家斗死，或者打死、骂死，他做坏事做多了，也是命令抢命令搞多了。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让全国老百姓都敢讲话。当官的都怕老百姓提意见，这是最大的明智。他的手段是叫大鸣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，叫做4大。邓小平把这4大取消了，第一步取消4大，第2步取消阶级斗争，第3步取消运动，所以导致了以后那么多贪官，大的小的普通干部见钱就要，见钱就捞，见女人就抢，或者是所以社会作风的腐败。毛泽东在的时候，他49年进北京城，他去坐那个吉普车路过，看到过去那个窑子，他就毛主席从那过来，看到那个窑子打那个女孩子，
他是停车，就警卫员去问一下，制止他不认输打人。那个窑子很嚣张，说老娘要打谁就打谁。毛主听得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结果以后就把那个女孩子救走了。第二天他在开会，由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，由罗瑞卿向他1个月之内把白金城所有的窑子全部关闭，但是技人进行改造，能劳动的组织他们去劳动，表现好的叫他回家，不能做这个事。所以毛主席解放以后6个月，全国所有的妓院全部关闭，因为它是最腐败的一个东西，最小人斗志的一个东西，可以说人的灵魂就丧失。因为那个东西，你专门一心想着做那个事，他是没有斗志。当官的呢，就是很享受。男同志生来都是这样的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他有权了，他是政治、经济、生活几方面都要达到理想。政治是上层建筑，是中央的文件，党的方针政策，它是有几层的意思，是经济那是生活开支。所以毛泽东在的时候，他一直是强调强国不受，他这样的皇帝全世界没有。他死的时候，他的睡衣还有70多个补丁，过去他只是想他这个旧衣服越补穿着越舒服，他主要是考虑不拖累老百姓，老百姓还有补衣服，还有穿补衣的多了很，他为什么不能穿？他这个样子，真正全国让他穿衣，整个用金子包起来也可以，他不干。他有一次他那个毛巾都破烂的不得了，林球要把那个毛巾换一下，发好大的火，毛巾破了做补衣服用，又柔软又活又暖和，他是这样考虑的。所以他的衣服是加补丁，是这样买。还有个自控能力，他不愿意去享受。60年他带头，他当时评工资，教授的工资比他高，教授都有500多块钱，他当时评了1级工资，他不要1级工资，郑庆龄评了1级工资，这那是孙中山的夫人，各个两党都喜欢他，他评了1、2、3级，前3面3级都拔掉了，不要从4级工资开始，他是1个月是606，结果到了60年呢，他主动降200，就是404，他呢，江青有个姐姐很困难的，要他出钱养的，毛远新是要养的，江青有206块钱，他黎明李娜每个月用的不够的，毛主席抽烟喝茶，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，喝的茶叶都值钱的，是2毛还是4毛，喝一杯茶，他自己定的，全党都不敢违背，到哪里去都要值钱。他65年到井冈山来得粮票交钱，好像是住了几天呢，一共27块多钱，江青肯定不肯说，国家主席到这儿来还要你吃伙食费啊，毛主席不行的，你不交，他批评吴林登是管他省委的秘书，他要出处分的，所以毛主席的自控能力相当的强。因为江青到大寨去，大寨玉米多，大寨老百姓客气，给点玉米他带回去吃，江青的都付钱，其他的人有哪个有这样？你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时候，他天天喝茅台，那时候茅台不贵的，15块钱一瓶，现在1、2万，喝茅台，他工资高啊，够吃啊，他能享受啊。但毛主席不一样，他住的长湖就是出租金的，这个租钱都是交给国务院采办的，他可以说他没有一点是自己的。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，他的提出不同意。他3大正日是有集体智慧，说得过去要坐镇办公室，要人多啊，看地图的是吧？策划的，但是最后拍板还要毛泽东拍板，这个仗怎么打？从哪里入手？从哪个地方接受？要达到什么目的？这都是毛泽东拍板，叫谁去打，他要定人的，信不过的人他不叫他去。在那4头吃水，就40多万人围困红军，这4万人，4个打1个，他打不过他，他就来个日晖全插，4头吃水，搞得那国民党的东奔西跑跟着追，等他一追上了，他就从中间冒出来了，他专门打游击。这毛泽东他是说这个美国一个军事专家，德国的一个军事专家就问他，你这一辈子3大正日啊，是盖世的，全世界没有的，希特勒啊、铁托呀，他们那人都没打过这么大规模的战争。国民党几百万军队，你那时候几100多万军队，加上老百姓拥护支持，凑起来也有200-300万，这把国民党都打跑。他最难决策这3他的决策，一个是3大正日最难决策，要考虑跟国民党彻底翻脸，以后这个建国还打得赢打不赢，还是2个事了。他是这个骂名的，是不是？这也是这些围攻他了，是他破坏和平协定的。
因为是蒋介石先动手，当时在谈判的时候，他派了很多人围困延安，没办法，逼死不打也打，这是最难决策的地方。他也考虑全国人民，考虑蒋介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抗美援朝，最难决策的，林彪都反对，不同意打朝鲜，只能做个样子，样攻叫样攻，好像是要打他，结果你没用的，样攻你吓唬美国没用了，美国飞机大炮炸到那鸭绿江来了，你还不打，过了鸭绿江就炸到你国内了，然后就是4天下课，想了18天没睡觉，还是追着要打，教训美国。第一战呢，他是支持国民党，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啊、武器全部是美国提供的，他这是填了人的优势，人都一心跟他有这样好的群众基础。国民党呢，就像现在有很多中华国主各心怀鬼胎，出工不出力，各自为战，想自己立立山头，内部都很腐败。那个时候当官的都是少太太呀，拿钱的，那是很腐败的，对老百姓的害的。他始终民心国民党，所以共产党一打就打赢了。可以是这么说，到哪个地方都排山倒海，势如破竹。他为了保护北京城，他也考虑北京城是个古都，历代皇帝都在那里，他是做负责任的工作，派人去试探。但他是辽沈的战役打完了，他看到这个兵临城下了，负责任也考虑这个政治动员了，政治攻心了，新人标入了，提上了，内部派人去事情，同学啊、老乡去做工作，这样做成了负责任宣布起义，就保护了北京城。所以我是从小我就受毛泽东的教育太深了，对他老人家的感情也是特别深。所以邓小平说集体智慧这个不存在，对不对？在湖南吃饭是跟那个军阀想办法斗军阀，这都是他牵头，哪有什么集体智慧，是吧？人家都怕死，怕搞得要强背的，他不怕。毛泽东是一辈子最大的胆量，都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人不怕鬼不怕。这个有意思啊，没有这个精神，他做不了这个大事。胆大心细。人是极复杂的东西啊，很多人是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都是随风所舵的，都没主心骨的，中间派特别多，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。明白。他没怕过谁，他就是一辈子没怕过谁，美国也不怕，蒋介石也不怕，你包括林珍来都不怕，他没有怕，他斗智斗勇，该硬的时候硬，该软的时候软。那个49年解放的时候，长江还有英国的那个什么号啊，英国的船只在长江里停留不走，是帮助国民党。毛泽东下令开放打成了，打成了，向全世界宣布，外国订的所有条约一律作废。好强啊！他很强势的，是吧？只有他，你说你邓小平，你再大能耐，你只能干这种小动作，是，确实是吧？他要你上来就上来，要你下去就下去，在他手上，这个孙悟空是跳过如来佛。毛泽东他搞文化大革命，他再三再四想，60年跟刘少奇就说了，刘少奇要搞3次180，司法自由，毛泽东坚决反对。所以他搞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呢，也就是让群众都知道这个利害关系。所以无产阶级、资产阶级、国民党、共产党这个区别，他在理顺这个关系，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关系。要无产阶级，要资产阶级，要社会主义，要资本主义，要国民党还是要共产党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分水岭，不管什么场合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都有左中右，都有明灯暗个。所以你如何把握它、掌握它、使用它，就要靠你自己的能耐，靠你的素质控制。有的一个单位交给你管不了，你的素质达不到，也不善于是灵活掌握。有的意味着强硬，这也是不对；意味着懦弱也不对，偏让多了也是一种投降。明白。所以在社会上很不容易的。别察言观色，有的人表面的对你好，暗地里对你不好，或者甚至还踩上一只脚害你。单位应该挺多的这种哈。单位多，这个雇佣被雇佣的人的思想观念也不一样，都是势利眼，我为了图钱，知道吧？没有钱他什么事也干，他也讲坏话。等你走下坡路的时候，他会声嘶力竭，或者无中生有。这不是超有三思。叫做落井下石是吧？太多了啊，多这种啊。对，人性就是这样，人性格就是自私。好，晚安。再见。再见。晚安。